上岸关键时刻，现在中日之战的敌意螺旋不断的在升高当中。对于中国来说，我的确需要这个危机，但他们没想到的是，包括日本，包括高市早苗，完全没要退，要把话给收回，我不收回，甚至现在还有人把时间算了出来，中日240小时的对峙之下，现在恐怕只差一个什么事情？只差了宣战了，随时都会一触即发。为什么叫一触即发？因为昨天这个画面出来的时候，日本人气炸了，怎么可以？一个中国的战狼刘劲松可以双手插口袋去对待他们的金井正章这名外交官呢？我们都知道，日本是一个有礼貌又谦虚的一个民族。现在他们完全被激怒了，他们完全不想忍了，他们决定要跟中国杠到底。所以中国一度以为他愿意，日本会退，他现在完全踢铁板了。现在他们把日本这种军国的 DNA 恐怕要重新唤醒了。所以是懂，昨天这画面出来之后，不仅日本人气，我们台湾人看到也觉得说，这也太嚣张了吧。嚣张吗？你也要这样搞？对，因为我是老大，你是细汉的，你也要这样？对，没错，这就是中国。拜托你讲啦，这就是中国给日本摆的谱。好，那这件事情来说的话，我就讲这个照片，目前为止来说，全中国网路嗨翻天。你看，我们这个日本的这个官员啊，听我们官员的训话，但日本人看到这个画面来说，真的完全傻眼。他说：“你就是摆明是故意这样，你在弄我啦！”这张照片目前为止已经引起日本网友还有中国网友互相对杠的这个局面。你看，甚至你看日本的新闻还把它抛上这个，他说什么？你看中国外交部局长两手插口袋的这个无理照片，他说朝日新闻跟东日新闻都没有做，只有我们做啊！你看他是这样，因为什么？网友都气炸，大家都想知道这个内幕到底是什么。所以呢，因为这张照片来说话，你看日本网友就说什么，看到这个中国的官员是多么没有品。你看这样插个口袋，这样子好像老大一样，这样觉得太没有品了。你看人家后面是这样子低头，对，没错。结果你就是这样子看着我，没错。人家日本人第二是有礼貌，他不是跟你说抱歉，他不是有礼貌，他是在听这个翻译官跟他讲事情。你就故意的，对他就是故意，他就故意摆拍这个照片。所以现在中国跟日本，我就跟你讲，现在只差什么？只有宣战的问题了。240个小时这样子，大家互相不让，那中国又搞这种小动作。好，那事实上，你让日本人气到什么程度吗？你知道过去中国文攻武吓的时候，其实日本有时候就看看就算了。他现在这样，他们这个中国不是有这个玉渊谈天吗？他就是在这边发表文章嘛，在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央电视台那边发表文章。就你看他还说什么？这个什么高市早苗的这个脑袋被这个驴踢了，好，就是这一段话哦。对，没错，对。结果你看日本媒体还马上把它研究出来，他现在就说，你看这个到底被驴踢的是什么意思？你看，所以呢，他们现在就是把中国的所有资料弄得非常清楚，他们现在是决定要把。真的是有驴，对，真的是有驴。你看他们的文章就是这样，你看被驴踢的是什么意思？他们就是真的现在要跟中国硬杠上就对了。那你说这样子，你们这样讲这个高市，然后日本媒体这样报，你觉得两个国家气氛会好吗？当然不好。所以当然这意思不断的往上敌意螺旋嘛。所以为什么我就说现在中日两个国家的关系是来到空前紧张的这个局面？而且你看到现在什么？中国已经向日方通报暂停了进口日本水产品。我不仅呛虾，对，之前原本今年说要进来了，是，现在马上说我不要，我不进，你不准进来了。对，中国不是只有插口袋这一招啦，他现在用别招对付你。我不吃啊！对，你要日本渔产我不吃，日本牛肉我也不吃，现在就搞这一招。你看，原本的日本跟中国要达成说我们这个所谓福岛等等水产可以进到日本去进到中国去啊，结果你看。独家，他就说中国向日方通报，暂停这个进口这个日本的水产品，你们这个产品我们不要来了，因为是围绕着这个台湾有事这个高市的答辩，我们进行一个这个所谓反制的这个措施，他就这样子。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又怎样？你看一个前自民党的这个内阁大臣，他就说这样了我们过去的不是因为日本牛要这个进口到这个中国这件事情，我们跟他谈嘛，谈的时候就没讲，你看。日本出口这个牛肉的恢复，还有租赁大熊猫的这个谈判都已经陷入了停滞，所以日本牛没办法卖到这个中国去了，然后大熊猫来说也没办法来日本了。现在整个中国跟日本的似乎很多经济交流都完全中断。对，然后讲中国就是这样子啊，他要就是一整套组合拳对付你啦，除了说这个所谓我这个给你搞小动作。然后文攻武吓之外，另外恐吓都来了，恐吓都来的是什么？他现在用什么大内宣用这个军队，你看他说什么胡说八道，你看你就指谁？指谁？当然是指中国日本胡说八道啊，对，他说胡说八道，我们会用这个飞弹射你，谁在胡说八道？对，我们就给他一个电炮，就这样看，对，你就这样。
东家长西家短，你看就用这样子，他就用这样恐吓你。而且你看到最后一幕，那是日本的国旗，他直接给他射下去。对啊，所以你看自身难保啊。他还说什么？11月19号，南部空军发布的原创作品哦，那他们还做了一个作品哦，我和战机凌空一击，完美弹道将他干掉，哇！所以这讲的是谁？等一下，他为了日本南部的中国南部空军，对，竟然做了一首歌，是。连歌词都有。对，没错，那歌词就在这边。好，你看，我们就不讲它的歌词。你看，那是屹立东方红星闪耀的光芒。对，那是什么意思？就是直接对付你嘛。我是东方红星闪耀啊。而且还什么？敬酒不吃，吃罚酒。对，你最好乖乖举手投降这样的状况。那当然都是限制中国限制日本。不是只有歌，他现在还翻墙。他怕你说，你可能日本还翻墙，我们听错。我跟你讲，他还怕你说，我发布在微博上面，你可能不会看。他发布在 X 上面 ，X 平台上面，你看他还这是什么？中国军号的这个 X 上面的这个照片。他说，你看他用 X 发布，他说，我们现在航空母舰有什么甲板的这个弹道的这个运转啊，然后歼16的密集编队啦，然后歼20的密集编队啦，然后运20的集体的这个空降，还有月球都这样。然后还说什么？每天都是训练日。你看这个火箭发射出去，他打谁？当然要打日本啊！他们这样子做了这么多的宣传，都是要让中国民众说，我们现在这个解放军是玩真的，我们真的跟日本死磕到底的一个状况。好，那我讲现在就来了，就来到这个目前为止，中国跟日本网友还有大家吵翻天的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子。你看，这个主要是因为日本的这个外务省的亚洲大洋洲的这个局长金井正章，他要到中国去嘛？到中国去来说，他跟中国的这个外交部的这个刘劲松要见面嘛？照我跟你讲，这个摆明是很故意。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你知道要去采访这个日本跟这个官员的时候，你看外面是不会有记者在那边拍的。对。可是他就这一次中国呢，就刻意安排一个记者在那边拍，然后在那边拍的时候，我觉得也很故意。你看。因为刚好是这个金井正章的时候，他要听翻译，因为这个对方跟他讲什么，然后他要听翻译，他就低下头来听这个翻译跟他说什么的时候，那我觉得日本人都是这样，他们很有礼貌，他们会听一下，他要听说我跟你讲什么这样，好啊，那他翻译过来，我再反应嘛，你看他听完之后马上就跟他这个反应就恢复正常，但是中国，你看中国还故意这样，你看。这是中方，你看玉渊谈天说什么？离开时，日本官员边走边听中方讲话，频频点头，表情严肃。他就这样讲，他把他形容跟什么？跟做错事的孩子一样。对，没错。对，那你看，然后他说，中方穿武士青年的这个就武士嘛，武士运动那时候的啦哈，捍卫主权的姿态百年未变。你看，所以就说这个根本就是个塞好的局嘛。那你看这个坛主观察到中方身着这个武士青年装，然后胸前佩戴的国徽。你不是很故意吗？你看日本官员就没有佩戴国徽，你就是故意佩戴这个国徽啊，对不对？然后你看他还说这样，然后马上又有这个，你看这个捍卫主权的百年姿态未变，就是百年武士因为武士运动就是当年因为青岛的这个问题嘛，就是这个袁世凯把他割让给这个青岛，割让给日本啊，大家非常生气，所以有武士运动的这个崛起嘛。当时北洋军阀把它割让出去，大家那边抗议嘛。所以你看，任何人想要侵犯中国主权，中方绝不容忍这样一个状况。所以你看，这就这个事情嘛。然后这个事情来说的话，你看他们还报道什么？日本抗议中方未经这个事先协调公开高官磋商的这个画面嘛，对不对？然后这个原木人就说，中方并没有跟日方协调这个发布这件事情。对，所以呢，他显然就是这样嘛，他就故意嘛。好，那我就讲，那你觉得日本网友气炸嘛？气炸说什么？你看，从这种手指口袋不懂得礼节的外交部司长就知道中国的程度。刘劲松是中国支持，对，大家把他骂翻天，而且大家说什么？你这看起来就小混混嘛，就那种日本的小混混，不是就做这种动作吗？对，所以他说，人家我就说，看待日本人来说，他也知道你是故意搞这一套，而且他根本是什么？中国这是精心设计的一个局，是原本想说好好谈，对，就你设局哦，对，然后我去了之后，你还要这样弄我，对，难怪日本人会炸掉。而且你看到刘劲松出来的时候，大家问他谈的怎么样？对。他还拽的嘞，当然没有那么好，很严肃。对啊，你都吃人家豆腐，你都弄人家了。对啊，所以那当然不满。为什么不满意？因为日本不退让嘛，所以那不满意。好，不退让不满意的时候，那你怎么办？你就是用这样羞辱人家。好，那我跟他讲，那中国怎么搞呢？他现在马上，既然中国跟日本的官员谈判破裂之后，没有这个好的结果之后，你看马上就这样，他就说中国的这个官员就评论，越线挑衅的这个玩火者绝对没有好下场。
他说什么？近年来，国家机构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领导下，敢斗善斗，然后积极作为，破获了一批日本间谍情报关于针对中国渗透的间谍案，马上就出现了间谍案，就抓到日本间谍了。对，没错。那我们有力维护了国家的核心秘密安全，坚决捍卫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新征途上，广大的国安干部将要坚决贯彻国家安全观。对，马上你看。他说：“一枚钉子竟然砸入我核心要害部门国家安全部，就是他。对，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郝某。好幸你居然做这种事！他什么呢？他到日本留学的时候呢，就在日本啊，然后去办这个所谓签证，去美国签证。因为郝某这个留学资满前，李军亮这个他进入美国的这个 CIA 工作站的身份的人员，然后对他进行策反，然后所以呢，他回到这个美国，回到中国之后呢，他进入这个核心的这个要害单位工作。”就没有，他就把这个机密呢，多次就透过这个李军亮，然后给到美国的这个状况，中国居然有这么快就有一个案子出来，然后就说，你这个，说实在，他跟日本有什么关系？这个案子非常会，他不仅是打日本，对，他还把 CIA 直接点出来，他连美国一起打，等于什么？日本跟美国他们是合谋，对，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捍卫我们的主权，对，没错。你看，这个人，这个跟日本其实没什么太大关系，他只去日本留学，但他就是故意要弄这个案子，因为可以同时打到日本，还有美国 CIA 都把它弄过来，好，所以你看。马上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案件出现。好，那除了这个案件出现之外，那你想说，那高市目前的立场是什么？我跟你讲，我觉得高市也不会退让。你看中国媒体现在还说什么？中国媒体现在说，其实高市私底下就已经说他很后悔说这些事情，但是有吗？日本根本没有报道这件事。好，那现在是怎么样呢？就这个所谓的外媒就这样报道，外媒就说高市早苗曾经说过，他的榜样是柴契尔夫人，他希望这位新任的这个铁娘子也能像当年那样一样，既坚强又有手腕。所以现在等于是说，你看《华尔街日报》都说嘛，你看本来中国只要抗议一下，那几个礼拜就风波就淡掉，但是这一次中国却把原本小争议科技深化的大规模的对抗，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对，因为很简单，因为他们怕这个高市会越来越强硬。因为为什么？因为说真的啦，他们原本是认为说，高市你的内阁不稳嘛。因为为什么？因为原本高市他就把这个相对立场的这个公民党拒绝加入嘛，所以他其实是更加鹰派的人集合在他身边。那因为他更鹰派，所以你要因为他很鹰派嘛，所以你要赶快把他打下去。所以你意思说，中国原本是要吓他，对，原本给你一个这个所谓的软钉子吃，我就那么硬，对，你最好乖一点，对。结果没想到真正踢铁板是中国，因为脚都骨折了。因为高市就是比较强硬嘛，那现在周边人都很强硬啊。你看他们另外几个大臣也都是没有在退让的，所以现在变成是这样，因为现在没有人能够牵制高市嘛，所以他未来会更是强化日本的军事布局嘛，甚至我跟你讲。高市可能会考虑解除日本长期禁止在国内部署核武的政策哦，这个还得了？这个对中国来说最害怕。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们前一阵子不是李在明这个川普去访问这个李在明嘛，对，去跟韩国达成协议是说什么？他要给韩国什么核子动力潜舰？对啊，那日本会不会说那我也要？对，我也要的话，日本我跟你讲，日本是做得出核弹的，他只是说，因为他们很多国家的问题，他们不能做核弹，他们才有什么非核三原则。对啊，没错啊。那他要做核弹，其实还是可以做的。如果真的执意要解除，以现在的日本的民调，高市早苗被打下去，你觉得民调有下跌？没有，民调往上升，80几的年轻人都赞成他，所以呢，反而让如果你中国越强化这种威胁日本的这个角度的话，日本会不会有反噬的这个状况？所以你看，因为中国目前用前所未见的速度在扩充核武实力嘛，那自然就希望周边国家维持弱势嘛，不能够拥有核武嘛，所以他就说他也很怕高市你会这样搞。好，为什么中国要这样做？因为很简单，中国现在其实它的经济也面临到非常大的压力。所以他讲，他现在都把这个压力呢往外去伸张。不是，所以我们刚刚一度以为说中国是用经济的方式去压迫日本，压迫高市，好对中软化。对，结果没想到你中国自己经济出问题的是你出大事了。对，为什么？因为中国民众来说对经济不满，那经济不满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转移焦点。转移焦点来说，我就说中日问题始终是中国一个非常关心的议题嘛。对。那我把中日问题挑开起来的时候，你看现在全中国民众大家都在看什么？中日之间的关系，有谁在意经济呢？经济你看。前财政部长这个楼继伟说什么啊？中国的房价没救啊啦！你看房市尚未触底啦，然后会再拖累经济，还要再5年。对，好，那这样房市没有救。另外车市来说，我们看整个数字，大家看的会完全吓傻。你看中国能源车你看能源车的交车量平均下滑到15.8万，一台车的平均价是15.8万。15.8万来说，我们简单的乘以5来说话，大概70万
左右而已。好，那首次跌破16万，好，也就是说能源车价格一直在往下跌，不止能源车的价格在往下跌，赵好你知道，1到9月来说的话，整个汽车行业的利润率只有4.5%。往北几台现在北要叫新扣哦，做到这个做牛做马，然后还有什么渠道下去，然后还有什么新经销商售后服务，结果我才赚4.5%。啊，你在做心酸的吗？我们台积电的利润率是快要45%，快要50%。对，那你这个做这个到底要做什么？大家都完全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差非常多。你看到过去这一些线都非常高，对，都有赚头。是，结果你刚刚说现在你变成多少？4.5啊，就在这里了。对啊，没错啊，这也太惨了。所以我才说嘛，现在中国，你看车市也出问题，房市也出问题，中国经济出问题，那怎么办呢？在这个时候呢，刚好日本的这个强硬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对日本也强硬，用这样的民主主义来维持对这个所谓经济的这个没有关心的这个状况，所以才说这一场中日之间的对抗呢，恐怕在短时间之内是不太容易落幕的一个状况。宇轩，我们刚刚看到一大堆中国大内宣的，我心想，真的会有人信吗？你放那个飞弹出去，然后你去笑人家，结果我错了，我真的错，真的很有用。中国人真的相信这一套。相信这一套完之后，他们自己他也拍了。我们现在真的要抗日了。对，这没有错，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哦。你知道中国现在官方哦，我现在讲的不是别的哦。你看哦，乌苏市也就是新疆的这个公安出来拍一个影片说。各位同志们，千万别再订去日本的机票和酒店了。你去富士山爬山呢，你很有可能会失联啊！你如果在日本呢，会遇到地震跟暴风雨；你如果搭地铁呢，可能会有生命上的危险。而且日本人特别喜欢挑我们中国人做电信诈骗啊，就讲了一堆，反正就把日本唱衰唱到无止境。对，说你看我们东北有雪，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在我们的国内旅游不好吗？你要问你们自己中国人啊。为什么他们就是这么喜欢去日本玩呢？但你知道更离奇的是什么吗？哦，他们现在开始你回顾到中国外交部以及中国相关的人哦，对日本的发言，还记不记得那句很经典的话？你小日本玩火啊！他说日本人在玩火，所以你知道他们现在的网友在干嘛吗？他们也在玩火。你看有一个地图放在上面，然后他们看呢，拿着这个蜡烛或者打火机，一笔一笔。你知道他在画什么吗？画什么？从中国如何侵略到日本的路线。对，他要对日本发动战争，就是你高市早苗敢玩火啊，我中国人也玩火给你看。等一下，他为什么不把灯开来？不是他在玩火，他哪玩火？他在玩火，他真的玩火，烧起来了。对，他在我们讲反击高市早苗，所以他也要玩火。然后甚至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讲他全民皆兵。我还以为我在看以色列的宣传片，一个小孩哇，刺刀，上刺刀啊！他在学关公，他要说什么？他要斩日本人。他说我要加入义和团。我想说不是小 baby， 义和团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很丢脸、很负面的名词。你怎么会说我要申请加入义和团呢？你说小朋友不懂事就不是一整家人跟着闹啊！他的爸爸拿着一根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铲子，是不是啊？然后妈妈抱着他的婴儿，是铲子吧？踢着不，他说高市早苗想闹事，先过我这一关。我心里想说。别闹了好不好？你那个连64的坦克你都过不去了，还要跟高市打。但是我们昨天是不是跟大家讲到，真的有日本人信了嘛？对，疯到就是说要去杀日本人哦，他是住在日本的。但是我讲不是只有这个而已，更疯的还来了，什么电视剧？你知道最近抗日神剧而且这不是随随便便演的。你昨天才给我们看到一个很瞎的这种抗日剧，结果你说这几天光这24小时内。突然系列一大堆全部都上架了。对，因为我们怕这个中国网友不服气嘛，他会说你是挑那个小咖的来。袁咏仪大不大咖？大咖了吧？她老公张智霖大不大咖？大咖了吧？他演一个叫做《终结山计划》，那里面有一个最经典的一幕就是他们在追杀这个日本兵，日本的兵要逃亡了。他说怎么办？我们现在没有武器可以追杀他。所以你刚才看到有没有？他突然间把一个鱼雷呢往船下推，那推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用手去抱了之后呢，他就开始讲说怎么办？那个日本敌军呢开始反击开火。我知道你很好奇说他为什么可以往前，因为他手上抱着鱼雷。然后他说为什么你的鱼雷可以往前？他说这个叫人工制导。他在抗日时期，他跟我说他的鱼雷，他把它炸了，好香哦。有人工制导，你要跟我讲说他有装 AI， 你要不要跟我讲说上面有 DeepSeek， 还有华为的晶片，好不好？随便你讲，然后就这样冲过去。所以你知道吗？整个中国网友都说，把人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在瞧不起我，是不是？哇，还会自动前行呢。他说张智霖这个最好笑，为了给老婆买包，什么剧都接啊。为了袁咏仪聊 Loki，但我跟你讲，坦白讲，
我给这部剧8.4分，你知道为什么吗？哦，很高哎，因为有1.6啊，中国的最喜欢这样讲，有1.6 8.4，10分满分嘛，有1.6啦。啊，这部剧很溜啦，太溜了，懂了啊，太溜。但我跟你讲，还有更溜的哈，来继续，他们要讲说，哦，现在要打日本兵嘛，有日本人来，所以有个男的呢，他跟我讲，一个人要打2个人怎么办呢？所以他掏出一把刀子，对着那把刀子开枪，子弹就变2发，2发就可以打到日本人。真的假的？那我问你，如果一群人，你要怎么办？一群人呢就把这个我们讲刨刀给拿出来，刨刀上面是不是有很多个洞？对，所以对着刨刀呢，来一打变散弹枪。你不要骗我，对，这中国人这样演，这是抗日神剧。对，而且你知道他会干嘛吗？他说，而且与此同时，你有看过俄罗斯套娃对不对？对。如果说这时候你被日本人逼着，你要怎么办呢？没关系，因为这是假的，手从底下伸出来，哈哈，日本人被我骗了。哎，宇轩，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一件事情。当今天《鬼灭之刃》已经上映这么多天，票房非常好，结果他现在被下档。对，现在中国人太惨了吧，只能看这种抗日神剧。我要帮中国人讲句话哦，我不认为14万人口这种还有这种飞的。对，这个所以我就说仙侠片嘛，他们就是为了要拍3D 动画，不是，我想说你抗日剧应该是史实剧，你搞这种东西，你以为中国人真的会买单吗？结果有人讲，中国人最喜欢讲一句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对不对？他们是喜欢这样说，对不对？现在跟你抗日，对不对？没有，就搞了老半天都在杀自己人。来，你看哦，这个是在哪里？这个在广东哦，我们讲广东省珠海有个地方，竟然发生了随机杀人。各位，我们讲的这个是新的事件，11月17号，所以是在高市扫描期间哦。你这边跟我讲说要去打日本人啊，我们讲的打什么的哈，就没想到你们自己人根本不听，他在砍自己人，他那随机呢拿着一个匕首在干嘛？大街上对着很多随机无辜的路人呢，就开始狂捅猛捅到甚至有人已经倒在地上了，还在捅。但是你知道最让我诧异的是什么吗？是中国公安的办法，因为我们知道遇到一些野生动物，比如说有猫啊、狗啊或蛇啊，他都会拿着这种钢叉、Y形盾歪形叉去把那个动物给插住。就你知道他制服这个人的方法，竟然是用 Y形叉，他把这个人当狗一样在制服。他直接拿 Y 形叉，然后呢扣住他的脚，然后开始上去之后呢，我跟你讲，台湾你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对着那个人就一对拳打脚踢，开始我们讲踹他、捶他、该推啊，各种打。我想说这是什么社会？你这样还要跟日本人打？然后更可怕的是什么？宪宗事件又来了。在江苏这个地方有一个人行道，本来你刚刚讲这是11月17号的事情，新的。对啊。刚刚广东省珠海市是新的，结果这江苏南京市这也是新的。等于同一天有2起这种案件，对，而且都在他们呛虾高市扫描的期间。OK， 同一天发生2起现踪。来，这个是什么？他直接把车开到人行道上，然后就看到人就跟打保龄球一样，冰冰凉凉。各位，我们这个画面有马赛克过因为实在死伤太惨重了，沿路的一具的人就躺在那边，甚至呢有液体就这样流出来。那什么液体我也不好讲因为实在是太残忍了。对，但是想想看，你说他开车去撞，结果他车是什么车？我看一下，电动车，比亚迪耶。对啊，所以车是比亚迪耶。他爱国啊，爱国勇士啊。所以我们讲，人家讲说有玩神风你要玩各种的那个是对国外的人啊。然后你一直讲说军国主义，就没想到你中国人所做的事情，不管是神风或者是我们讲樱花，全部都是对着自己人来打，自己人来杀。所以你想想看，这种情况，日本人看了会把你中国当是真老虎还是纸老虎？辉正，我们刚刚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对中国来说，这一战他们一定要把这个危机一定要去升高，经济差，以一种我要给高市扫描一个下马威。结果没想到我们刚刚讲，啪，踢到铁板了，都骨折了。我心里想，只有高市吗？后来发现没有，这个人是谁？小野田纪。对，这个人也太鹰派了吧！而且我们过去讲日本人温良恭俭让，他完全没有那一种很不好意思、很委婉。他直来直往型的，是我跟你讲，我从他身上看到武士道精神，武士道精神没有要让的，没有要退的，不怕死，你知道吗？不受中国人的威胁。我觉得他真的很有 guts 包括18日在那个记者会上，人家就问他，哎呀，中国现在已经发起了所谓的经济制裁啊，哇，现在有一些这个投资单位评估说这一次中国发起的这个经济制裁可能会损失2兆日元呢。那这样对中国那个日本的经济冲击很大，怎么办？他直接呛你，他直接说，我认为这个动辄就诉诸经济威胁的对象
不能太过依赖啊，不然哦，不仅是对供应链的一个风险啊，也是对大家一个观光上的风险。所以意思是什么？我们不吃这套，我们不要让你这样子喂养，我们自己要经济独立。话讲得很硬哎，给人家感觉是比较偏向美国人哦，然后有话直说，然后完全没有那一种好像感觉让日本好像很那种，哎呀，哦，这个画面看超多，你看他多大力。他的这个身材不仅高之外，他很有力耶。我跟你讲，黑就是倒那瓦吉很累的，我有倒过，好不好？我跟你讲，黑叫汉操鹤，他真的就是汉操鹤，他整个从体型到性格，完全不是那种日本一般传统女性的路线，而且他真的一点也不传统。在议员的时候呢，这个常常拿中国开刀，他对高市早苗的崇拜哦，让他也是走向这个鹰派之路。后来现在他也从高市早苗手上接下这个经济安保大臣这个角色。成功的从粉丝变成高市早苗左右手，你看他前面在呛狠话，你知道呛狠话什么吗？22日啊，他就说中国有一些政策哦，我们将会严格执行啊，不守规定的这些人呐，将检讨现行机制，让这一些这个外国人呢要怎么样？不法滞留者、不法就业者全部都给我除去哦，所以这某一种程度上也是川普派了哈，就是说对于这个中国移民或者是说这个不守规矩的移民啊，是采取所谓的强万政策。最好笑是旁边那一个，你看到那个眼睛，就是呢这一次因为日本还是有一些所谓的左翼的议员哦，像山本太郎，就这个山本太郎他就讲到说，哎，不能这样子啊，你这样子，他的眼神也太不屑了吧？他就3个字花德鹅，然后你有没有我们公傻？嘿，那我们的闽南语歌我给你吹，你知道吗？他从头到尾就亲他亲要，就这种表情，你看哦，很有表情，你看他还有一个用力的脸，他用力那个脸很像那个我的那个字都出来了，有没有？哦，我都觉得说你怎么会，真的是让人家觉得我听的是人话吗？那非常觉得很有趣哦，就喜形于色，就是坚定一个立场。什么立场呢？就是高市早苗的态度，就是我们全日本的态度。而且到目前为止，高市早苗的支持度竟然还逆势攀升，来到69%，尤其在年轻族群高达92%。那你说日本的政府高市早苗怎么会退嘛？不可能。好，那现在来看，哎，中国讲啊，就讲什么啊？我跟你讲哦，我们现在中国旅客啊，我不去了，我不去了，一声令下，我们中国人都是挺我们中国政府的，不去，说不去就不去。哎，你现在看到没有人在理你呀？哎呀，还是来了。当然这些那个羽田机场的中国旅客超级多啊，包括北海道的新千岁机场，还有浅草的中国旅客都是一样非常多。那想说，哎，不是啊，不是日本中国政府叫你们不能来吗？哎，叫做我不在意中国政府的呼吁，哎，还好要戴口罩哦，不然回去可能要被清算。然后呢，你看这个日本人就说，哎呀，我已经买票了，没办法，骗笑哎，谁买票改票就好啦。但是代表什么意思？对，哎呀，反日是你中国的政府的事情，我们去日旅游是我们人民的权利，对，没有要理他啦。慧珍，你看到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糗。来，我们看到这一张照片，他说，哎呀，中国政府说不要去日本，就拍下这一张。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勇闯日本，结果一整个飞机都没有空位。各位啊，都是不听话的孩子，全部都满的。口嫌体正直，好不好？都是正直的那个中国人，好不好？我就是爱去日本，怎么样？结果你看到这个更扯了，他把这个日本的护照直接拿来踩，他很好笑，他是规划日本的中国人哦，然后呢，他踩日本护照，他就说，哎，怎么可以这样子，太过分。但是你知道，他还包，你们看到他包着，哎呀，包塑胶袋踩，哎，给他一天啦，好不好？我怕坏掉，我怕它脏掉，怕它脏掉啊！因为为什么要怕它脏掉？因为换一本新的要3000块台币，然后贵3，所以那个表达一线跟表现给中国政府看就好了。但事实上，你说要叫他花钱再换新的，他才没那么傻。但是你刚刚讲了一个重点，你这一次经济制裁，你到底制裁了谁？现在真相曝光，从头到尾一条龙啊，都是他们中国人自己包啊！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是什么？他们就叫他讲对啦，是有接到电话就说要来退房了啊，但其实啊也没那么多。为什么没那么多呢？因为都是中国自己的人在这边经商的，所以换句话说，你来看那个图，一条龙，什么一条龙呢？他们搭飞机来，搭邮轮来，对不对？我们看到，你看从邮轮来，再什么到巴士、免税店、酒店、餐饮店，都是中国人的。对。
全部都是，包括像以哪里来讲，日本的山形县啊，他们这个温泉哦，他们温泉事实上是非常知名的温泉哦，素来有东京的首都后圈后花园之称啊。但是他们发现一件，现在中资在这个温泉里面开设这个温泉旅馆的人，竟然高达25%。对，所以每4间就有一间是你中国人，刚好这一间就是完全专门在承揽中国旅客，所以你说你不要来日本，好，我抵制，到最后是谁赚不到钱？是你这些赚你中国钱的规划成日本人的，但是事实上是中国人这些人的钱。所以真正的日本的业主就觉得啊没差，而且我们观光品质反而更好。而且现在是什么？现在对于中国人过来说，反日是工作，对，结果怎么样？赴日是生活。真的，我们刚刚讲了一大堆，一条龙。如果你还不信的话，你看到养老院。现在连中国人都说我要去日本的养老院，你到底多爱日本啊？我跟你讲，这真的太扯，不是说落叶归根吗？不是说大部分人都是要回故乡来养老吗？所以他不是他跑到日本去养老。你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什么？就是很多的日本人他去买下，很多的中国人他去买下日本的这种养老院，然后呢开始去接中国人到日本去，然后来养老。为什么？因为日本有一个制度漏洞。也不能讲漏洞，就是他们有一个制度，就是说你外国人，你只要办理长居签证，就可以享有相关的一个照护服务。所以他们就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啊，他们呢可能就花了一些钱，然后呢办了这个长居签证之后，你看这个阿公阿嬷，他们两个，他们就说啊，哎呀，我4月来的，在这里可好了哦，对不对？50多岁、60多岁啊，孩子在这好多年喽，然后我孩子是50岁、60岁，我就来这个依亲啊，然后来这边，然后就可以在住这个安养院啊。我现在89岁，有没有看到中国人1家2代3代，在中国赚了钱之后，怎么样来到日本养老？所以到底哪里才是这些中国人的根呢？我觉得那个习近平中国政府他们要反日之前，可能要先想想清楚。因为我们这样看下来，高市早苗包括他的内阁团队也太凶了吧？我们就想说，好，那你的底气到底是在哪里？除了你的民调高之外，你如果真的军事要动手的话怎么办？千万不要忘了，我们昨天才跟大家讲，美国原本跟日本这个军演的过程当中放的提风飞弹，它都已经撤了。那撤了之后，你拿什么去威胁人啊？这样，虽然所有中国的媒体都在讲这件事情，对，说美国撤走了这个提风飞弹，代表说美国不力挺高市早苗了，是这样。但是这样子吗？自己想想看哦，提风飞弹是什么样的系统？它是一个中程导弹飞弹哦，是。但日本本身就有能力制造1000公里的这个中程导弹飞弹啊，它现在的12式的这个地对舰的这个飞弹，就是现在3军通用的中程导弹飞弹。而现在目前来讲的话，早就在日本的从北到南都已经全面部署这种12式的地对舰的这个导弹飞弹了。那这种就是日本自己本身就有中程导弹飞弹，我何必靠美国呢？美国那种提风飞弹是放在哪里？放在像菲律宾，菲律宾没有中程导弹飞弹啊。所以高市早苗怕什么？他不怕啊，要不然就来测试看看。所以现在双方在干嘛？在测试对方的压力。为什么测试对方的压力呢？我们说过，高市早苗在川普来的时候，川普告诉他一句话：你有什么事情找我，我挺你，我罩你，我罩你。问题是罩到什么程度？高市早苗在10月上来嘛，现在是11月嘛，中国搞不清楚到底川普会罩高市早苗罩到什么程度嘛。今天来给你用压力测试，我看你美军怎么反应。在驻日美军会什么动作？其实，在雷达上会看得一清二楚哦。到底中国采取了一些行动，比如说在黄海演习，那这时候那个日本方面的应对又是怎么应对？所以他会在做所谓的对高市早苗的压力测试。同样的道理，高市早苗也在对习近平进行压力测试。你今天来讲的话，中央军委会里面还没补齐对，到时候要打仗的时候，你要谁下令？你中央军委主席下令，对不对？没有错。问题是里面投票没有过，你怎么办？你里面这个7名的军委的这个委员里面目前只剩下几名？只剩下3名可以用而已。那你这时候来讲的话，其他的，你如果真的是下达战争命令的话，你还有很多军区的司令都没有，你火箭军的司令，你这个什么东部战区的司令，全部都被抓走了，不是吗？你那个上将不是都不见了吗？你怎么打仗？我问大家，高市早苗他现在做的动作，他那么强悍，其实就是要告诉说，今天两边的那个车子要对撞了，对，谁要当弱鸡？谁要当那个 chicken game 的那个 chicken？ 到底谁要转方向盘的概念？也就是说，今天高市早苗不怕你，
我万事准备好。什么叫万事准备好？从安倍晋三、岸田文雄一直到现在，他们一棒接一棒的在安保体系方面都有好。现在刚好就是一个节点，什么节点呢？刚好高市早苗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占了最高峰。你看到他讲的话越硬，结果他的民调越高。他的自民党的这个政治生涯，就是必须要靠高市早苗拉回来了。你看到石破茂唯唯诺诺、软软弱弱的，对，结果呢，1年后下台。你看这认真前面来讲的话，岸田文雄后面做不下去啊，政治献金是又下来。现在要救自民党哦，是要靠女力啊。为什么靠女力？他们根本不怕你啊。为什么？高市早苗还有刚刚提到那个也担任过经济安保大臣的，他现在他们两个基本上。你说他是鹰派没有错，但是日本的政治氛围是怎么样？现在的自民党他要自救啊！再来一件事情，在自民党内部来讲，那个本来公民党他是跟他一起联合执政的，对。但是公民党现在出去了，对。公民党就当初被骂说你去这个占据了国土交通省的那一个大臣的位置的时候，你把日本的国土开放给中国人来买啊！所以造成这么多中国的这个散布在各个地方的这个造成日本的这个状况惨烈啊。所以现在来讲哈，你看公民党离开之后，亲中势力被铲除了，对，顺势的加入了维新。维新会来讲的话，也是对中国很不爽的。所以现在整个日本内阁现在正在做一件事情，对中国反压力测试。我看你中国到最后你是纸老虎还是真的老虎？而这个背后来讲，也是有美军在动作，因为我也要知道说你的中国的部署的部队到底怎么样。不要说你打台湾了，你光是处理日本，你要处理日本，你处理看看整个东亚两个巨兽如果打起来的话，你看结果会怎样？绝对两败俱伤。最后来讲，渔翁得利一定也是美国。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